我和妹妹意外绑定了2个系统，一个可以把物品放大100倍，另一个可以把物品缩小100倍。妹妹笑着选走了缩小系统，我只能选择剩下的。3天后，暴雨末世突然降临，整座城市被洪水封死，所有人困在家中无法外出，食物和资源成了最致命的问题。来吧，系统启动，变大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好棒好棒！这下够我们吃很久了。我依靠放大系统，把仅有的物资不断放大，省着用算着吃，最终带着妹妹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可暴雨刚结束，妹妹却愤怒地指责我，说我哪里都好，就是太自私了。明明可以靠放大系统去救她的暗恋对象陆生，妹妹的暗恋对象陆生就住在对门，他曾求我出手帮陆生一家放大食物，我担心末世人心难料，选择拒绝。收起你的圣母心吧，它只会让你自己变成下一具尸体。没有我的帮助，陆生一家自然顶不过5年，早早就饿死了。请选择你们各自的系统。我回到了系统选择的那一天，系统再次要求我们选择各自的能力，熟悉的场景，熟悉的流程。妹妹短暂愣神后，立刻做出选择。我要放大系统。系统确认绑定完成，妹妹得意地看我一眼，眼底是藏不住的高兴。那一刻，我立刻意识到她也重生了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既然你这么喜欢你的陆哥哥，可以恨我到要置我于死地，那这次我不会再管你了。我主动选择了缩小系统。那就看谁更能驾驭这股力量。妹妹迫不及待开始测试能力，她跑进书房，打开柜子，里边藏着一枚闪闪发亮的钻石。她将钻石放在掌心，利用放大系统，瞬间将钻石放大。是真的，放大系统真的是我的了。我冷眼旁观，这就是我曾拼命护着的妹妹。妹妹试探性的炫耀放大系统。姐姐，现在放大系统是我的了，你会不会觉得羡慕呀？毕竟我可以把想要的东西都放大呢。你的缩小系统好像没什么用呢。这有什么区别？就一个系统，你喜欢就要呗。见我对放大系统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妹妹这才彻底放松警惕，误以为只有她一人重生了。我很清楚，这一世她一定会去救陆生一家，而一旦系统的存在被外人知道，她在末世里将不可能安全。果然，妹妹第一时间冲去敲响了陆生家的门。你怎么来了？陆哥哥，我们进去说。对面的门一关上，我立马打开手机看日期，14号，现在距离暴雨来临还有3天，还来得及。我马上开车直奔超市，把能吃、能用、能活命的东西全部扫空。泡面、面包、米面粮油、卫生纸、被褥、洗漱用品，甚至连种子都一并买齐。为了确保长期生存，我还买了一批小鸡仔。种子能种，鸡能下蛋，长期囤货必备。搞定。接着我又去了家具城，给自己配齐一整套生活用品。家具到位，物资备齐。我的房子在高层，暴雨再大也威胁不到。但这一世，我不打算继续以原本的方式生活。我疯狂买，直到我的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花光。就这台，麻烦开单。好的。好在末世前的储备差不多够了。相比之下，妹妹明知道末世将至，却没有任何紧张。她笃定放大系统能解决一切，甚至开始期待自己成为救世主。她幻想在食物紧缺的情况下跳出来拯救陆生一家，然后让陆生对她生出爱意。我一直以为她只是对陆生有好感，没想到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。姐姐，你说我要是救了陆生一家，他会不会爱上我呀？不会。不可能，陆哥哥绝对会喜欢我。姐姐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陆哥哥？你比他大2岁，别想想了，你就是嫉妒我。我没有理会妹妹的话，只低头看手机网购自己要用的东西。我已经被妹妹杀了1次，绝对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第2次。这次你自己死吧。姐姐，你有没有钱借我几万块呗？没有，我买了个冰箱，钱全花光了。你买冰箱干什么啊？我想换一个冰箱，不行吗？你反应怎么这么大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而已。姐姐，我记得你房间里不是还有些吃的吗？我已经拿去送给楼下的孤寡老人了，毕竟他们生活也不容易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没想到妹妹重生一世，不仅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放大系统，竟然还将我最后的物资转手他人，这明摆着想要把我逼死。要是我没有重生，没有系统，这一次的暴雨末世我绝对活不下去。看着妹妹笑靥如花，我又加剧了对她的几分厌恶。姐姐你最好了，
我就知道你不会因为这点小事生我的气。我累了，先回屋休息了。转身我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，开始计划给自己找一个容身之所。我还购买了风力发电的设备，就可以让我在狂风暴雨时依旧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电。所有需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齐全了，现在我只需要安静的等待剩下的时间。妹妹自认为有放大系统，所以根本不慌。她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几百块的食物，偷偷锁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像是生怕我会去偷她的一样。我直接放弃了这个我买下的房子，要是继续躲在这个房子里，不论我再小，都有可能会被他们找到。所以我看上了另一个地方，那便是我卧室里的另一个密室。这是我在装修房子的时候特地打出来的一个小房间，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妹妹这个地方。这个小房间不大，就一个小厕所的宽度，但对于缩小后的我来说，却是一方安全屋。房间的开关需要通过我的手机设备，所以我丝毫不担心会被妹妹发现，就算发现了，她也打不开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特地驱车到10几公里外的荒野，利用缩小系统缩小了一堆土地，这样到时候我就能够利用土地和种子种出蔬菜，自给自足了。我还缩小了好几棵树木，一并带回去。转眼之间，我订购的食物和家具通通到了。此时距离暴雨来临仅仅只剩1天，我将收货地址选在曾经居住的农村房子。那片村庄早已荒芜，没有什么人在住了。房子里堆满了家具电器、食物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。我趁着四下无人，利用缩小系统将其全部缩小，装进我早已准备好的箱子里。最后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我这栋小平房缩小后一块带回去了。虽然有些老旧，不过装修还是能住人的。趁着夜深人静，我又连夜开车回家，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密室里。妹妹这几天异常兴奋，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所以根本没有关注我的去向。密室里面早已被我安排好空气过滤系统，就算住在里面好几年，我也不用担心氧气耗尽。经过一整夜我的精心布置，密室里面全然变成了一个小小农场。超级小的小鸡叫声微不足道，正埋头在草堆里面抓虫子。农场外还有我的小房子，里面各种家电一应俱全。现在我终于可以放下心来，安静等待暴雨来临了。最后半天，妹妹又跑到陆生的家里面去了。陆生的家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喜欢她。对门那个小姑娘那么大个人了，还天天往我儿子房间里跑，一点也不要脸。混蛋多半是看上你儿子了，你要有儿媳妇了。我呸！那副穷酸样还想嫁给我儿子，没门！但妹妹也不在乎他们的看法，一个劲的往陆生的房间钻。陆生，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距离暴雨来临还有1个小时，我给妹妹打了一通电话。喂，公司那边有事情，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。哦，好的，姐姐。就知道她也不可能提醒我注意安全，反正我打电话也只是为了混淆视听，让她误以为我已经离开家里了。趁着妹妹不在家的时候，我给家里还有门口外的走廊安了隐形摄像头，这样我就可以从手机的视频上观察到房子内外的一举一动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甚至给陆生他家的门外也装上了。做好了这些，随后我操控手机打开卧室里面的密间。落雨！好戏开始了。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我彻底缩小。原本狭小的密室此刻显得尤为宽阔。我之所以敢冒险缩小自己，是因为前世我注意到原本使用放大系统放大的东西，在暴雨停止后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原状，所以我猜测缩小系统也是一样，在暴雨停止后系统就会失效，将东西变回原本大小。看着土地、绿树、小鸡、房子，我心里格外充实。现在我再也不用为暴雨烦扰了。我从手机上面得知，现在暴雨已经开始下了，只不过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雨不会停。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雨太大了，没法工作。我现在与世隔绝，唯一可以联系外界的东西就只有这台手机，还有我的电脑平板。暴雨持续第5日，城市交通全面瘫痪，请市民减少外出。这雨什么时候停啊？陆生家的物资都快不够吃了。这几天我都在自己的小农场里面耕地，唯一需要担忧小鸡老是偷吃我种的青菜苗。闲来无事，我打开监控，发现妹妹竟然把陆生带到我家里来了。陆哥哥，你们家里面还有食物吗？没多少了，
早知道我就多买点了。现在1楼的房子都快被淹了，我根本出不去。我其实有超能力。怎么可能？还有这种东西？佳佳，幸好有你，那就麻烦你把我们家里面的食物都变大吧。好，陆哥哥。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你说，既然我能救你们一家，那你能不能也喜欢我呀？说什么傻话呀？我们不是早就在一起了吗？等暴雨结束后，我就和你结婚。你姐姐呢？她呀，说是加班去了。现在暴雨待了这么久，估计都被淹死了吧。既然我们以后要结婚，就是一家人了。你房间里不是还有不少物资吗？拿出来我们一起用，也好熬过这场暴雨啊。陆生脸上划过一丝狡黠，又哄着妹妹把他房间里面的物资都拿出来了。我看着监控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怎么养出了个这么蠢的妹妹呢？不过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我藏在这里，又不可能会有人知道。他居然还活着，还在吃火锅。他居然还敢炫耀，明明知道我快没吃的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还能吃得上火锅呀？能不能带回来给我吃？我都吃了好几天的面包了。我还在公司呢。这雨下的太大了，我回不去，你自己在家找点吃的吧。他居然敢挂我电话！我打开监控，果然发现妹妹对着手机一阵暴怒，再没有那副乖巧妹妹的模样。我就知道装不下去了吧。装了这么多年乖乖女，真是辛苦她了。我随即打开平板开始追剧，我在平板里面存了几百部小说、动漫、电视剧，足够我在无聊的日子里打发时间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我就躺到床上里面开始躺尸了。我随手打开手机，登进监控软件，调到陆生家门外的监控上，随即我便听见陆生和妹妹的声音。佳佳也太厉害了吧，这样我们家就不愁吃喝了。哎呦，真是捡到宝了。看起来他们家人已经知道了妹妹拥有放大系统的事情。妹妹的声音里带着些得意。伯母过奖了，能用这个系统救伯母一家也是我的愿望。毕竟我们以后都要成为一家人嘛。是呀，陆生能和你在一起，那是他的福气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冷笑一声，关掉了监控。陆生那一大家子是什么人？我心知肚明。当年他家刚得了拆迁款，立马在村子里面抬起头，用鼻孔看人。以前的各种亲戚朋友也全被他们亲口骂散了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真心对待妹妹呢？还有那个陆生，明里暗里说过不少妹妹坏话，打心底就没瞧得起过妹妹。不过我也不可能插手他们。没过多久，妹妹的电话就打过来。姐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已经和陆生在一起了。哦，你打电话给我做什么？姐姐，我听你那边怎么有鸡的声音？哦，因为我在喂鸡。下着那么大的暴雨，你哪来的鸡？养的。姐姐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你那里又能吃火锅又能养鸡？你那里都没有被暴雨影响到吗？没有。那姐姐，你快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带陆生他们一块过去，反正以后我们也会是一家人。你自己找呗，找到我你就来吧。妹妹哪里可能想到，我哪也没去，就待在自己的卧室里，仅仅只是一墙之隔，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。你那里怎么还有披萨呀？姐姐，快点告诉我你在哪儿！姐姐，你太自私了！我在这里啃着干面包，吃着泡面，你竟然在那里吃披萨！妹妹语气又急又有些撒娇，拼命想要套出我的地址。我一口咬住披萨拉丝，嚼了两下，直说：这披萨也太香了吧，上面的芝士还能拉丝呢。姐姐，不管你那里再好，你的食物也都是有限的。你那个缩小系统能有什么用？我这个放大系统能把你的食物放大，到时候够吃个几年都不成问题。快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。找到我你就来呗。你胆死鬼！我一定要找到你，把你的东西全抢过来！
没过多久，妹妹拥有放大系统的事情就在整个小区里面传开。至于是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，自然不言而喻。我听陆生他妈妈跟邻居炫耀呢，说以后整个小区都得求着他们家。走，去问问，凭什么他们家独占这么好的东西？就是，暴雨天大家都快饿死了，他家用系统放大食物，必须分我们点儿。龙佳佳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我们知道你有放大系统，求求你帮我们放大点食物吧，我们快饿死了。妹妹一开始有些手足无措，原本还想假装自己没有系统糊弄过去，没想到对门的陆生家立刻跑出。喂，都给我停下！佳佳可是我们家准儿媳，你们想让她用系统，得先经过我们家同意。哼！再说了，佳佳用一次系统能量消耗多大，可不是白用的，你们得付钱。哎，我们都快没吃的了。可是，不找他放大，这些食物也撑不了几天。龙佳佳一开始还对陆生爸妈告诉别人他拥有系统这件事情有些生气，结果一听到这番说辞，立马乐了。付钱？对啊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对啊，佳佳可是我女朋友，你们想让她干活，就得付钱。就这样，陆生一家子靠着妹妹开始干起了生意。每一个拜托妹妹使用放大系统的人都必须给陆生2000块钱。2000块钱不便宜，但现在暴雨末是每个人的物资紧缺，钱也买不到食物了。这看起来是个双赢的买卖。但我从监控里面得知，上门找妹妹使用系统的人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频繁。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们也相信，只要妹妹有放大系统，他们就绝对饿不死。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，系统可以将食物放大，但前提是你得有食物。系统对于同一个物品只能使用一次，不存在说吃一半留一半，继续使用系统放大无限繁殖食物的可能。整整3年过去，小区里面靠着妹妹的放大系统竟没有一个人饿死，所以大家都开始放松警惕，没有节制的吃吃喝喝玩乐。没事能吃，现在找到放大的。今晚开派对，都把家里放大的食物带过来。来了，我这有放大的烤肉。而到了第3年末，危机终于出现了。全没了，连一点能放大的东西都没了。每个人家里的食物都已经见底了，即使经过妹妹的系统放大之后，也不够吃，资源极其有限，而放大系统不再具有优势，所以小区里面开始变得越来越混乱了。别老喝给我，这是我最后的口粮。你抢到就是谁的？放开！我3天没吃东西了。你也配？这饼干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。把门打开，把水给我，不然我就砸门了。妹妹早就住进了陆生的家里，和他们变成一家人了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现在找他放大东西的人越来越少，以前还能靠这个赚点物资，现在倒好，这笔生意根本赚不到钱了。可不是嘛，他天天在咱们家吃吃喝喝住着，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了，早就惹得我心烦了。既然赚不到钱了，还留着他干什么？陆生，你怎么了？龙佳佳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不爱你。你骗人！你明明说过要和我一辈子的，为什么突然这样？妹妹哭天喊地拼命纠缠，却被他们一家人丢了出来。开门！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陆生，开门！我真的没地方去了。妹妹只能在他家门口哭闹1天1夜后，又灰溜溜地回到我家里。我家可以回，怎么回事？我的食物呢？我的东西呢？谁把他们拿走了？是陆生，是他们一家把我的东西都搬走了。又是悠闲的一天，比外面的混乱舒服多了。3年了，姐姐会不会早就不在？还是试试吧。姐姐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陆生他们利用我的放大系统来赚钱，现在没人找我用系统了，他们就直接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。姐姐，你快点过来把我接过去好不好？没有吃的我真的会饿死的。不可能，以前的你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你明明也是重生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肯定也知道陆生他们是什么人对吧？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
我不多说，直接给他拍了个视频。视频里我的瓜果蔬菜长势良好，房子里面装修得很温馨，冰箱里满是食物和零食，完全没有被暴雨祸害过的样子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快点过来接我走啊！姐姐，我真的是鬼迷心窍了才会被那个陆生明主演，你不能放弃我，我是你唯一的妹妹。自私？前世你把我推下楼的时候你就不自私吗？现在你明明重生了，也知道暴雨的消息，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难道你就不自私吗？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凭什么过得那么好？要把你所有东西都砸烂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等着瞧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！几天没动静，倒是有点好奇他怎么活下来的。太好了，有吃的了！透过门外的监控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从陆生家里面偷来的。陆生一家人都出去了，只剩下陆生6岁的妹妹。妹妹骗他开了门，有好吃的糖给你。看到监控里面的这一幕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好一出狗咬狗的大戏，真是精彩，差点要把我笑死了。开门，给我滚出来！偷了我们家的东西还敢躲着？缩头乌龟，有种偷东西没种开门，快把食物还回来！喊了，别走了，我不出去，打死也不出去。等他们走了，这些食物够我撑好久了。佳佳，你别闹小脾气了，你把食物还给我们，我们就复合好不好？之前我说的都是气话，其实我还是爱你的，我们还约定好了要结婚呢，你忘记了吗？佳佳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别生我气了，好不好？妹妹一开始还在犹豫，可没想到整整2天，陆生都在对她说着各种道歉的话，还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鲁莽了。他都哄了我2天了，好像是真的。佳佳，我爱你。那本来就是我的食物。到你真是到了血霉了。我被人欺负了，他们把我打得好惨，我身上好痛啊！活该。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，妹妹躺在家门口，身形愈发消瘦。期间有不少人路过妹妹，强迫她使用放大系统放大食物。听说你有放大东西的本事，把这饼干放大。妹妹虽不情愿，但挨了几巴掌后也只能照做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爬到陆生的家门口。我要见你。又是2年过去，暴雨已经淹了楼下的几层楼，但果真如我前世所料，并没有威胁到我们这一层。就在暴雨即将结束的前几个月，陆生家却惨遭灭门。别过来，再砸门我就不客气了。因为他们家人平时在小区里名声就不好，加上靠妹妹发了这么一笔亡命财，早就有人看他们不爽了。暴雨结束的最后几个月，每个人的家里粮食都已经见底了，但不知是谁在业主群里面发消息说陆生家里还有很多吃的，不少人扛着武器成群结队的来到他们家门前，又砸又骂，叫他们把粮食交出来。陆生他们不仅不给，还对门外的人痛骂一顿，彻底激怒了他们。早知道就不抢那个女人的东西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门破了！
进去！强，我们的粮食！你们这群强盗，滚开！不要死了！我的粮食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我饿死了！平时作威作福，现在还不是成了丧家之犬？粮食没了，我们的粮食全没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一家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没有了食物，最后的几个月，他们根本撑不下去。好冷。没粮食了，我们还能撑多久？没有了食物，最后的几个月，他们根本撑不下去。小区里面一片狼藉，横尸遍野。洪水困住的是脚步，耗尽的是人心。末世里，活着本就是一场酷刑。而我在我的小农场里面吃吃喝喝，我撑到了最后一刻。手机上传来暴雨结束的消息。雨停了，金色的阳光挥洒在大地上，显出一线生机。我原本正在地里给玉米松土，却感到身体一阵奇妙，原本被缩小的身体猛然变大，我又变回了正常的体型。脚下的农场和房子此刻显得渺小极了。变回来了。只有我恢复了，其他东西还是原来的大小。难道是放大和缩小系统的差别？也是，系统这种东西本来就充满了奇妙，哪能完全猜透？雨停了，洪水退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